日本核污水排海至今啊，第一个受害的国家居然出现了，还另外夹杂着另外一个，真的是令人感到不敢相信啊！老百姓呢反而是拍手叫好。我现在呢是在武汉的一个江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日本核污水排海之后呢，这个当初啊不顾全球这个国家的一个反对，然后呢日本是执意要把这个核污水排入大海。排入大海之后啊，就是说影响了当地的一个，就是说他们的海鲜产品啊出口的一个情况，就是那个海鲜呢，很多国家都已经抵制了嘛，包括我们的海关总署啊，那个海鲜呢它也是不进口了。然后呢，日本当地的那个渔业就受到了重创吧。那接而联想的就是那个他们的邻国那个也是一个弹丸之地啊，就是那个韩国嘛，Korea。那韩国呢，当初呢也是就是说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水，没想到被反噬了。然后呢，就说韩国的那边的渔业就受到了很多影响，当时他们有那个淡水养殖嘛，养那个什么石斑鱼啊，大量的死亡，好像至少超过了8000万人民币的一个损失吧。然后后面他们的盐价也上涨了嘛，对不对？影响他们的一个渔业生态。你要知道核污水排放呢，当初韩国还说了一句话，就说咱们中国的核污水的那个量啊是那个日本的50倍，但是呢排放核污水的是日本呢，又不是我们，我们是有效处理过后的。那他们呢还说我们当初还在某一个暑假的时候啊，等那个留学生都回国了，然后在学校的门口挂一个横幅，说咱们中国的那个核污水是日本的50倍，我们又没有往大海里面排放核污水，全部都是那个日本在排放。所以说啊，那个民众啊拍手叫好。我对此呢也表示那个拍手叫好，因为啊韩国经常性的说什么申遗，说什么我们的节日啊，很多地方呢都是韩国的文化，包括之前那个什么熊猫啊，大熊猫福宝啊，也说是韩国的熊猫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熊猫啊是咱们中国的国宝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大家拍手叫好啊！对韩国呢一点都不表示同情，反而呢表示拍手叫好。那第二个影响的国家，那就是日本了。日本呢，他们自己的那个很多渔业都遭受了影响，包括他们当地的居民啊，福岛县呐、周边的一些县呐、那些东西啊，都怕担心有那个污染嘛，所以呢，当地居民也不吃了。更何况呢，是国外的居民，就怕了那个日本呢，把那些海鲜呢引进到别的国家，然后呢，转移到手，然后再引到其他国家，就怕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不过呢，咱们的海关总署啊也不是吃醋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不用担心这个核污色产品啊，是不是流到我们国内来？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现在日本的核污水啊，排放这么久了，好像没有人在谈了，可能是那个公关费啊起到了作用。据说啊，日本宁愿花700个亿啊，然后去解决公关的一些问题，也不愿意去解决合理的去排放那个核污水，把它处理好啊。其实那700亿是完全够用的。对于这两个国家受害的国家出现了，你们表示什么样的看法？我觉得日本核污水排海啊，说实话，在这样的一个什么核污水的排海的一个那个情况下面，我觉得日本完全可以呢，就是说经过合理的处理之后再排放，而不是直接排放，然后到时候再去公关，这样影响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，影响的是全人类啊。我觉得呢，核污水这个东西啊，说实话，没办法，他们要排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